楚风，你真是带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此刻百里悬空看着楚风，满面笑容，看着妖蛟王兽们那激动的样子，他已经明白，妖蛟王兽们是真的拿楚风当成大恩人。日后在这妖蛟王兽之中，怕是再也没有哪个妖兽敢与楚风过不去了。不仅如此，在4大地族不惜余力也要斩杀楚风的时候，妖蛟王兽这个强大的势力却愿意庇护楚风，这绝对是大喜事一件。事后，妖蛟王兽在妖蛟王兽内最大的广场之上摆起了盛宴，一方面将妖蛟听雨得到龙王大人传承的好消息公布于众，举足欢庆；一方面也是以举足之力感谢楚风，让所有妖蛟王兽都记住妖蛟王族的大恩人楚风是什么样子的。这场盛宴举行了足足3天3夜，可却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经过打探楚风才知道，他们竟要举办足足10天10夜才肯罢休。虽然妖蛟王兽想让楚风长久的留在此处，可楚风却不想待在这里。首先，楚风不想连累妖蛟王兽，毕竟天下间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妖蛟王兽中既有妖蛟魃与妖蛟血染这样的败类，就定然还有其他败类。尽管大部分妖蛟王兽是真的拿楚风当恩人，感恩戴德，不甚感激，可楚风觉得定然有一部分战派的妖蛟王兽是拿他当敌人的。毕竟妖蛟魃在族内这么久，定然是会有死忠的。若是那些死忠将楚风在妖蛟王族的消息传出去，4大地族举4族之力来此讨伐，怕是妖蛟王族也阻挡不住。那个时候，不仅楚风自己要倒霉，还会害了整个妖蛟王族，当真是得不偿失。他也背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楚风找到了妖蛟广与妖蛟听雨，因为他有事要与他们说。此刻，楚风、红墙、百里悬空、妖蛟听雨、妖蛟广来到了一座安静的偏殿之中。听雨9品半地了，兽帝的力量还真是强大。看着那9品半地修为的妖蛟听雨，楚风也是颇为羡慕。龙王大人的力量的确很强，不是我自大，只是在这股力量的支撑下，我有信心在1年之内踏入5帝境界。妖蛟听雨很是喜悦地说道，而这也不能怪他心性差，毕竟3天前他还是5品半地，如今却是9品半地，并且气息还在增长，这样的变化让他怎能不喜？莫说是他，换成任何一位都会狂喜无比。听雨你太谦虚了，根本用不了1年，最多3个月，最少半个月，你就可以成为1品5帝。楚风说道。那么快吗？听得此话，妖蛟听雨更是面露狂喜之色，高兴的直接站起身来。经过之前的种种，他如今对楚风坚信无比。楚风说什么，他几乎就信什么。我不会骗你，好歹我也是龙纹极界灵师。楚风笑眯眯地说道。龙纹极界灵师？楚风小友，你说你已是龙纹极界灵师？听得此话，一旁的妖蛟广顿时大吃一惊。楚风，原来你不仅突破到了8品半地，还成为了龙纹极界灵师。与此同时，百里悬空与红墙也是一脸狂喜地看着楚风。他们都知道楚风成为了8品半地，因为楚风的气息就摆在那里。可是界灵之术楚风若是不施展，他们是看不见的，所以都还不知道楚风已是龙纹界灵师。其实这也多亏了兽帝大人，我能够这么快成为突破到8品半地，成为龙纹界灵师，都靠了兽帝大人留在传承池内的力量。楚风说道。好，这可是大好事一件啊！世人皆知道你杀了白眉仙人，使得5支圣徒少了一位龙纹极界灵师，为此有不少人到处说你坏话。可如今若是让世人知道你已是龙纹极界灵师，并且还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龙纹界灵师，不知道那些说你坏话的人又会作何感想啊？妖蛟广很替楚风高兴，你小子这么大的喜事，为何不早说？百里悬空也是有些埋怨的看着楚风，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楚风高兴，毕竟在他眼中是希望，是骄傲，所以他也怪楚风不早点将这种喜事告诉他，让他多高兴高兴。老祖，您现在这不是知道了吗？楚风嘿嘿一笑，其实兽帝大人不止帮了我这些，他还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至关重要，楚风不敢收下，但这些物品又实在太过重要，不敢当众拿出。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交给妖蛟王族的现任族长。楚风将那把星辰钥匙和那块石头令牌取了出来，递给了妖蛟广。楚风小友，这是什么？妖蛟广没有接过去，而是先问道。这是兽帝大人留下来的，这是开启月下迷宫的宝贝，我觉得在月下迷宫之中，兽帝大人毕生积攒的财富就藏在那里。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妖蛟广、妖蛟听雨，哪怕是百里悬空与红墙，皆是神情大变。可是在震惊之余，他们却是沉默了，纷纷看着楚风手中的钥匙与令牌而不说话，不知此刻在想着什么。楚风小友，这怎么会落入你的手中？过了好一会，妖蛟广才问道。不瞒前辈，在听雨接受传承的时候，楚风进入了一个幻境，在那里我看到了兽帝大人，是他将这些东西给我的。楚风说道。楚风小友，那幻境可是茫茫白雾的四方，竖立着8个巨大的雕像。妖蛟广问道。楚风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天意，这绝对是天意啊！听得此话，妖蛟广反而释然的笑了，就像是刚刚落在身上的沉重包袱，现在却又得以丢掉了一般。楚风小友，你不该骗我呀！妖蛟广说道。前辈，楚风没有骗您。听得此话，楚风一惊，百里悬空与红墙也皆是一惊。哈哈，你还敢说没有骗我？妖蛟广哈哈一笑，说道。幻境中的龙王大人一定说过，他是要将这宝藏传承给你的，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还要将这些宝物交还给我？听得此话，楚风与百里悬空、红墙3位皆是松了一口气。原来妖蛟广说的骗是这样一种骗。前辈，兽帝大人的确提到过传承，也说过我有资格，但却没有明确的说过他就是要将这些传承给我。况且这是龙王大人的宝藏，也就等于是妖蛟王兽的宝藏，就算他传承于我，我也万万不能要啊！楚风解释道。楚风小友，我妖蛟王族一直有个传说，若是有谁能够进入幻境，就是得到了龙王大人的认可，
那么他便可以得到龙王大人的宝藏。本来我们真的以为这是一个传说，毕竟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位妖蛟王兽进入过那样的幻境。不对，倒是进去过的，但却是在梦中，乃是朝思夜想的梦到了，所以那根本不算。但你不同，你是实实在在的进去了，并且你醒来的时候还得到了这些东西，你进入的是真正的幻境，而你也是龙王大人真正想要传承宝藏的人。妖蛟广说道。可是楚风想要推脱。楚风小友，你听我说完。妖蛟广不给楚风说话的机会，继续说道。楚风小友，你想一想，为何龙王大人不直接将他的传承传给我妖蛟王族，而是将财富与力量分割开来，并且不是我们那想得到就能得到的。龙王大人自然有他的想法，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若是没有相应的能力，却背负了过于重大的责任，那很少有人扛得住。若是强行为之，结果往往很糟。听雨借用你的力量才能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已经有违了龙王大人的意愿，而龙王大人的宝藏他老人家已经明确的说过要传承给你了，你若还要推脱给我们，那更是将我们陷于不义之的。日后九泉之下，你让我们父女俩怎么去面对龙王大人？妖蛟广说道。楚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楚风，你就收下吧，虽然你天赋力傲的，可嫉妒你像要害你的人太多了。龙王大人的宝藏珍宝无数，还有帝兵，定然能够帮到你，让你更快的成长起来。等你日后成为帝王，你再多帮帮我妖蛟王族不就得了？何必在现在分得那么清呢？妖蛟听雨上前劝道。楚风，人家族长大人和听雨公主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别让他们为难，收下吧。百里悬空自然希望楚风得到这个宝藏。是啊是啊，百里前辈说言在理。红强也是一旁附和。那好，既然前辈们都这样说了，那我楚风便不再推辞。楚风将星辰钥匙与石头令牌收了起来，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可楚风内心深处也是非常激动的。这样的宝藏他怎会不想得到？只是碍于情谊，他不敢霸占罢了。而现在人家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楚风也便没有了心结，自然可以坦荡荡的收下。楚风小友，月下迷宫乃是五之圣土三大禁地排名第2的禁地，这么多年来，各方势力可不止一次攻占过月下迷宫，但没有一次成功的。虽然你有了龙王大人留下的钥匙和令牌，但在没有足够力量下，绝对不可贸然闯入月下迷宫，那里真的很凶险，可以说是凶险无比。妖蛟广提醒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自然牢记于心。楚风说道。前辈，多谢您这些时日的盛情款待，不过楚风怕是不宜在此久留，想今日告别，还望前辈应允。什么？楚风你要走？听得此话，妖蛟广与妖蛟听雨皆是一惊，他们都不希望楚风走。随后楚风解释了很多，说了很多，尽管妖蛟广他们极力想要留下楚风，可最终却也不想违背楚风的意愿，只能勉强答应。楚风小友，现在4大地族这样抓你，你要去哪呢？妖蛟广问道。前辈，你应该知道是银谷吧？楚风问道。那里便是江无伤如今所在的地方。是银谷。听得这3个字，妖蛟广顿时神情一变。前辈，怎么了？楚风发觉不对，是银谷，是银谷，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是银谷？这可是我妖蛟王族的一个痛啊！妖蛟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等人都意识到，这是银谷应该是有些故事才对，所以楚风等人都没有插话，而是看着妖蛟广。罢了，在座的都不是外人，我就告诉你们吧，是银谷，那可是在我妖蛟王族的势力范围之内，我妖蛟王族的地盘向来不允许任何人随便进入。可在多年之前，忽然有一个老头闯入了我妖蛟王族的地盘，不仅如此，他还霸占了噬银谷，说从今以后噬银谷属于他，妖蛟王族也不得打扰。我妖蛟王族怎会容忍他做这种事？便派人去赶走他。可不曾想，不管派去什么样的强者，不管派去多少人马，全都被那个老头给赶了回来。意识到对方不简单，我便亲自率领王族大军前去讨伐那老头，可却也不是那老头的对手。当时我意识到那老头的实力要远在我之上，便请长老们出手，可哪怕长老们也不是他的对手。说到这里，妖蛟广一脸的苦笑，笑容之中尽是无奈的苦涩。那位究竟何人，竟会如此强横？楚风问道。何人？那可是一个来头极大之人。这么和你说吧，楚风，五之圣土的隐士高人数不胜数，可依我看，最强的便是此人。妖蛟广说道。最强的隐士高人，楚风等人皆是神情一变。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合理，毕竟连整个妖蛟王族都奈何不得此人，那便足以说明此人的实力了。前辈，此人究竟是谁？楚风问道。是谁我也不清楚，但我却知道，后来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投靠于他，任他差遣，这可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啊！妖蛟广说道。您的老朋友是？楚风问道。尹功夫。妖蛟广说道。尹功夫可是原名西门功夫的那位？红强追问道。正是。你知道此人？妖蛟广问道。当然知道，那可是我的偶像，我的救命恩人啊！红强很是兴奋地说道。红强前辈，这尹功夫究竟是何人？楚风问道。他想知道红强的救命恩人是谁。尹功夫本是西门地族之人，当年西门地族族长之位本是要传给他的，可是不知为何，他不但没有接任族长之位，反而与西门地族决断，并且因此改名换姓，这才有了尹功夫之名。尹功夫实力极强，他是不弱于4族族长。当初他在我年少之时，他曾救过我一命，我一直想要当面感谢他，只是他消失多年，再无音讯。有人说他是被西门地族暗杀了，当时我还觉得可惜，毕竟传闻尹功夫豪情万丈，是个义气之人，想不到他没死，而是来到了这里。红强很是激动。当然没死，他消失多年，是因为他来到是银谷，投靠了那个老头，在为那个老头做事，经营着是银谷。妖蛟广说道。竟是这样，那是银谷究竟是什么地方？红强问道。是银谷内，那里有一座矿，只是在我们看来那是废矿，
并无价值，而那个老头却纠集了一群人，整日在那里开采矿石。对了，楚风小友，你要去那里做什么？妖娇广问道。我有一位好友，如今在那里修炼，所以想去看看他。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虽然噬银谷被夺是我们的耻辱，可好在那个老头只是霸占噬银谷，而从不生事端，并且我们多次讨伐，他也从未真的伤过我妖娇王族的一兵一将，再加上尹功夫也投靠了他，并且还多次向我求情。久而久之，我妖娇王族倒也是默许了此事，与那噬银谷也并非敌对。楚风小友，若是要去哪里，我可以送你去。尹功夫虽然不肯告诉我关于那老头的事情，可好歹也是我的老朋友，你若去的话，他应该会以贵宾之礼招待于你。妖娇广说道。那便有劳前辈了。听了这些，楚风已经意识到那是银谷，不是一处寻常之地。若是他自己去，只提张天翼父亲的名字，而拿不出证据，怕对方未必相信。可若妖娇广亲自推荐他去，也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随后在做了一番告别之后，楚风便在妖娇王兽的欢送仪式中当众离去。至于为何当众离去，那是因为楚风想让所有妖娇王兽都知道，他楚风走了，离开了妖娇王族，让那些想告密的都打消这个念头。离开之后，楚风三人便由妖娇广带路前往了噬银谷。可忽然之间，一道流光飞掠而来，速度之快，光芒眨眼前还在远处的天际，但眨眼后已是来到了百里悬空的近前。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小鸟，金黄色的小鸟，不过半个巴掌大小，全身金黄，非常的漂亮。尤其是额头之上闪烁着特殊的光芒，那光芒之内竟有文字流动，虽然根本看不清那文字，可却也让人知道那是某种特殊的信息。金色闪光鸟，是找你的。妖娇广颇为诧异的看着百里悬空，莫说是他，楚风也颇感惊讶。金色闪光鸟，楚风也是有所耳闻，那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神鸟，速度非常之快，武帝也跟不上它的速度。但是金色闪光鸟只可记录一个人的气息，也就是说，记录气息之后，无论那人身在何处，它都能够找得到。可找到之后，金色闪光鸟便会忘记那个人的气息，并且此生再也无法记住其他人的气息。也就是说，金色闪光鸟只可传递一次消息，传递之后便恢复自由。这也就导致金色闪光鸟越来越少，时到今日几乎灭绝，很少能够看到。这也是为何妖娇广会如此诧异，的确是来找我的。百里悬空说话间，将食指放在了金色闪光鸟的脑袋之上，金色闪光鸟脑袋上的光芒竟消失不见，传入了百里悬空的体内。而当那光芒不见之后，金色闪光鸟光芒一闪，便向远处飞去。哪里逃？见状，妖娇广竟然大袖一挥，一层武力汹涌而出，想要拦住那金色闪光鸟。可是金色闪光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光芒只闪烁了2下便消失不见，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竟然这么快，实在太神奇了，怕是帝王在世也未必能够捕捉此鸟啊。妖娇广笑着摇了摇头，出手之后他才深知此鸟的厉害，的确厉害，只是可惜他是再也看不到这样神奇的小鸟了。红强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老祖有什么事吗？那是金色闪光鸟，是谁派来的？楚风对百里悬空问道。一点小事。百里悬空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对红强说道。红强兄，楚风便由你照顾，我有事要先走一趟。放心，我定会誓死保护楚风，只是楚风这小子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保护了，反而是我需要他的保护。哈哈，红强开玩笑的笑道。他此话一出，百里悬空也笑了，他是很高兴的笑，他知道红强不只是开玩笑，红强所说的也是事实。如今的楚风连2品武帝都能斩杀，而且是不靠至宝，只依靠自己实力的情况下，不得不说楚风的成长速度让他很是欣慰。楚风，我只离开一段时间，马上就回来，你先留在噬银谷，等我回来找你。百里悬空说道。老祖有事就去做，不必担心我。楚风说道。现在的你我很放心。百里悬空笑着拍了拍楚风的肩膀，随后百里悬空便离开了。妖娇广与红强都不以为然，而楚风却有些放心不下。尽管百里悬空表现得很是正常，可楚风却觉得百里悬空有一些心事，怕是他口中所谓的小事，并非是小事。但百里悬空不说，楚风也不好多问。老祖的事情他如今还无法插手，所以他选择听百里悬空的，到噬银谷去等百里悬空归来。事实上，如今的五之圣土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吵得沸沸扬扬。比如工地传人的张天翼成为击败众位小辈，成为五之圣土最强小辈。楚风激战4大地族，不仅毫发未损，还成功逃脱，且斩杀多名武帝，包括10仙之一的白眉仙人。但楚风不知道的是，便是4大地族提高对楚风的悬赏，不仅在原来的悬赏基础上翻了1倍，还添了一把地兵，一把真正的地兵。不得不说，4大地族此次的悬赏让无数人为之动心，就连许多影视高人都动心了。毕竟地兵那可是五之圣土至高无上的宝贝，只因这提升的悬赏，就让楚风再度成为了众矢之的。很多人想要除掉的目标，现如今外界议论最多的便是楚风与4大地族的恩怨。但在仙人岛之内，如今最关心的却是百里星河之死。百里星河在最强小辈对决那一日便没有现身，之后也一直没有出现。旁人不关心他是死是活，可他的师尊练兵仙人却极为关心。剑徒儿迟迟不归，练兵仙人亲自赶往了攻霸平原。虽然那个时候张明与张天翼父子俩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了那座堡垒，可经过打探以及调查，练兵仙人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如今他已经确定一件事，他之弟子百里星河必然是死了，而杀死其弟子的罪魁祸首直指2个人，那便是楚风与冷月。仙人岛内，练兵仙人站在坟前，墓碑上写着4个大字百里星河，可这却是一座空坟，
星河，是为师对不住你，你死于非命，我却连你的尸体都保不住。不过杀你的仇，为师必然会为你报。你安息吧。练兵仙人看着那座空坟，苍老的眼中满是愧疚。前辈，忽然一道轻柔的声音响起，练兵仙人回头观望，3个倩影站在那里，这3个倩影皆是美人，原来是楚风的3个爱人：紫菱、苏柔和苏美。苏柔性感，苏美可爱，而紫菱在各方面则都比苏柔、苏美还要出众，既性感又可爱，气质卓越，却又不失俏皮，乃是倾国倾城之貌。苏柔、紫菱早就来到了此处，而苏美本在借尸联盟，但最近却由练兵仙人亲自接到了此处。3姐妹得以团聚，本该很是高兴，可是此刻3人眼中却皆是充满了担忧之色。他们已经知道百里星河死了，而可能杀死百里星河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冷月，另一个便是楚风。你们来了。虽然练兵仙人很是伤感，可在紫菱3人面前却并未表现出来，对待他们，他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我们想为百里师兄上炷香。紫菱3人同时说道。去吧。练兵仙人摆了摆手，随后紫菱3人便纷纷为百里星河上香。其实紫菱与苏柔，包括刚到此处的苏美，都是非常厌恶百里星河的，只是练兵仙人毕竟教给了他们不少东西，并且耗费不少精力，终于帮着他们彻底解除了身上的反噬之痛，所以看在练兵仙人的面子上，这个香他们也是要上的。前辈，人死不能复生，还请您节哀。上香之后，紫菱3人一同说道。是啊，人死不能复生，可这个仇却不能不报。练兵仙人说道。前辈，莫非已经查到杀害百里师兄的凶手了？紫菱关切地问道。他关切的不是百里星河的死，他关切的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与楚风有关。他自然希望与楚风无关。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居住在仙人岛内，已经多少了解到了练兵仙人的强大。楚风如今已被4族通缉，而他们的师尊又一直不肯现身帮忙。若是练兵仙人这个时候再对楚风动手，那楚风可真是九死一生了。确定了，是天道府的弟子冷月。练兵仙人说道。冷月听的这句话，紫菱3人才松了一口气。前辈，冷月是天道府如今最器重的弟子，您若动他，天道府怕是不会同意。苏柔说道。我自然知道天道府不好对付，可我之弟子也不是谁想杀就能杀的，况且星河乃是我挚友临死之前托付于我，要我好生照顾的，如今他被人杀，我已对不起的挚友，若是坐视不理，那我还是人吗？练兵仙人说道。这件事你们就不要管了，此仇我必报。练兵仙人摆了摆手，示意紫菱他们不必再劝。随后他又看向苏美，问道。小美，在我这里还习惯吧？与剑师联盟比如何？非常习惯，前辈待我如亲人，我也是前辈如亲人，我的姐妹也在这里，这里就是家的感觉，比剑师联盟强太多。苏美笑眯眯地说道。她说的也是实话，虽然在剑师联盟，左天尊等人对她也极好，可是那里人太多，总有些人想尽办法向她献殷勤，她很不喜欢。那就好，喜欢这里就常住在这里吧。你们的楚风哥哥如今得罪了4大地族，若是让人知道你们与他有关系，怕是都要被牵连，那个时候剑师联盟也保不住你。我练兵归隐多年未开杀戒，但是4大地族若想闯我仙人岛，却也要好好思量一番。练兵仙人说道。前辈威武。苏美点头，笑得很甜。随后他们又聊了一会，练兵仙人这才离开。而当练兵仙人走后，紫菱、苏柔、苏美3人的脸上所有甜美的笑容都不见了。看来前辈已经确定冷月此事与楚风哥哥无关，只是若是此事与楚风哥哥有关，不知前辈会如何决断。紫菱仍是有些担忧，前辈每次提起楚风哥哥都很是欣赏，并且也能从话里话外感觉到他也担心楚风哥哥现在的处境，只是碍于一些事情他才不帮楚风哥哥罢了。我想就算百里星河之死真的是楚风哥哥所为，前辈也不会追究吧，毕竟听你们说那百里星河也是一个混账之人，前辈如此明察秋毫，难道他弟子是什么德行，他会不清楚吗？苏美说道。怕是未必，百里星河能够成为前辈弟子，乃是因为他老祖的关系。据说前辈与百里星河老祖乃是生死之交，他老祖之所以死，也是为了救前辈才死的。这样特殊的关系，就算是楚风哥哥做的，怕是前辈也不会留情。苏柔说道。与其在这里瞎担心，我真的好想出去见见他，可惜实力不济，哪怕见到了，也只是累赘，什么忙都帮不上。想到这里，紫菱的双眼有些红润。与此同时，苏柔与苏美的小脸也都变得很是忧虑，他们心头最挂念的不是其他，唯有楚风。楚风正在前往噬银谷的途中，可忽然之前却打了个大喷嚏，一响二骂三捣鼓，这么大一个喷嚏，楚风小友，怕是有人很想你啊。妖娇广笑着说道。想不到前辈也会开玩笑。楚风擦着鼻子也是笑了笑，哈哈，虽为妖兽，可毕竟也有7情6欲，玩笑自然也会开，不然活着多无聊。妖娇广如今心情很好，而他此刻已然止步，指着下方的茫茫一片不见边际的丛林说道。噬银谷到了。噬银谷，这里明明是一片丛林啊。红强说道。不，那下方就是噬银谷，这丛林乃是结界所化。楚风说道。结界？红强颇为吃惊。楚风小友，不愧是龙纹界灵师，居然一眼就被你看穿了。的确，这是银谷的主人，也是一位龙纹极界灵师。妖娇广说道。龙纹极界灵师，莫非他是10仙之一？红强问道。哈哈，世人只知道10仙是龙纹极界灵师，但事实上5只圣土藏龙卧虎，并非只有10位龙纹极界灵师，只是有些强者不为人所知罢了。就比如这里的这位。妖娇广解释道。的确，藏龙卧虎这位前辈的结界之术可要远在我之上。楚风也是感叹连连，虽然同为龙纹极界灵师，可是根据修为的强弱，实际上也会关系到
戒灵之术的强弱。楚风如今刚踏入龙纹级戒灵师，单凭借戒灵之术，他也是能与2品武帝抗衡的。但是他的戒灵之术是远不如张天翼的父亲张明的，而这位噬银谷主人所布置的这结界，却比张天翼父亲在攻霸平原布置的堡垒还要厉害。由此推断，这位的实力怕是还要在张天翼父亲之上。尹公府别装瞎子，快给老子开门！妖娇广对着下方大喊一声，声音之响亮，天地皆是一颤。而他此话落下之际，下方丛林内一道身影便飞掠而出，站到了楚风等人的身前。这是一位中年模样的男子，穿得很是朴素，长得也很是一般，可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常人没有的气质。他的修为与妖娇广一样，皆是3品武帝，而这位便是尹功夫。妖娇兄，别来无恙啊，今日怎么这么有空来我这里了？尹功夫看到妖娇广很是意外，但也很是高兴。我可没空来你这里，今日来是送2个朋友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妖娇广指向了身后的楚风与红强。楚风看到楚风，尹功夫顿时一惊，面露惊讶之色。怎么吓了一跳吧？这位正是楚风。妖娇广颇为得意的说道。楚风拜见尹前辈。而楚风也是抱拳施礼，不必多礼。楚风小友，现在你可是5支圣土上的1号人物，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尹功夫对楚风赞叹连连，随后看向红强道：“这位是恩人在上，请受红强一拜。”红强说话间，便双膝下屈，跪在了空中之上，对尹功夫施以跪拜大礼。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尹功夫赶忙将红强搀扶起来。恩人不记得红强，可红强却记得恩公。当年红强年少之时，是恩公救了红强一命。红强说道：“红强，你是当年在联盟领域被凶兽追杀的那个年轻人？”尹功夫问道：“正是，原来恩公还记得晚辈。”红强很是欣喜，自然记得，只是当年还是风度翩翩美少年，如今却与我一样，也成了一把老骨头了。尹功夫感叹道：“是啊，岁月如梭，可当年之事却如昨日一般，晚辈时刻铭记于心，一直想要报答恩人的大恩大德。”红强说道：“过去了就不要说了，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够再见，这便是你我之间的缘分。虽然我比你年长许多，可咱们都不年轻了，你就不要恩人的叫我，直接叫我尹功夫，我们从今以后便是朋友。”尹功夫拍着红强的胳膊说道：“好。”红强爽快应道：“行了，你们日后可以慢慢叙旧，我跟你说点正事，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江无伤的年轻人？”妖娇广对尹功夫问道。有。尹功夫说道。有就好，那是楚风兄弟，楚风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他的，能让他进去看看吗？妖娇广说道。当然没问题，你们来我这里就是贵宾，莫说见人，进入我是尹谷便是贵宾之礼相待。来，妖娇兄，进去与我喝几杯。尹功夫说道。算了，我不进这是尹谷，若要喝酒，去我妖娇王族。妖娇广说道。你呀，还是这么小心眼。尹功夫鄙视的说道。就你不小心眼，你的地盘被人霸占了，看你什么感受。不多说了，好好照顾楚风，若是他出现3长2短，拿你试问。妖娇广转身离去，这脾气。看着妖娇广转眼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尹功夫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他便将楚风与红强带入了噬银谷内。噬银谷与楚风想象的不太一样，这里并非只是一座山谷，很大，大的像是自成了一方天地，有山有水有湖泊，还有飞天的白鹤，戏水的游鱼。一眼望去，此处真是一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尹功夫对楚风和红强很是热情，招待的自然也是周到。进入此处，立马为楚风2人准备了上好的宫殿，让2人休息。但楚风来此乃是为江无伤而来，而他提出多次，尹功夫却皆是遮遮掩掩，不肯直接让他去见江无伤，这让楚风意识到了不对。尹前辈，能否让我见见江无伤？楚风再度问道。这个倒是可以，只是江无伤他如今犯了一些错误，正在受罚，见到他，楚风小友可不要激动。尹功夫说道。受罚？他怎么了？楚风问道。没什么大事，只是罚他挖矿1年而已，带你去看看吧。尹功夫说话间便为楚风引路，之后楚风3人来到了一处矿区，可刚来到那座矿区，楚风便眼前一亮，这矿区太特殊了，散发着极为炙热的气焰，怕是半地以下的修武者根本无法靠近，就算能够靠近，也是要死在其中，并且这矿很是坚固，除非特殊的挖矿镐，否则也是无法撼动此矿。这应该也是传自远古之物。而在矿区之上，有着不少人在挖矿，虽然都是半地境的强者，可是每一个都是汗流浃背，面露难堪之色。终于，楚风在那矿区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便是江无伤。几年时间已过，江无伤早已不再是当初的少年模样，可楚风却仍然一眼便能认出他。江无伤如今的修为，比之当初也是突飞猛进，乃是1品半地的修为。可这样的修为，在那特殊的矿区内，只能勉强活下来。所以此刻的江无伤很糟糕，很疲惫。但哪怕如此，他仍在紧咬牙关，握紧手中特殊的锄头，却挖掘着那特殊的矿。这矿很是特殊，可对修为却毫无帮助。我也不知道这矿有什么用，不知道这里的主人挖这个矿墓的何在，莫非是单纯惩罚人用的？淡淡观察着那矿，不断猜想着。但楚风此刻最关心的，却并非这里的矿有多特殊，而是他的兄弟江无伤。他发现江无伤不仅累得很惨，身上还有很多伤痕，那是鞭子抽过的伤痕，触目惊心。这说明江无伤在此处过得非常不好。前辈，江无伤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罚来到这里的？楚风问道。偷东西。尹功夫说道。偷了什么东西？楚风问道。有助修炼之物。尹功夫说道。这怕是有冤情吧？楚风并不相信，以他对江无伤的了解，江无伤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证据确凿，被人当场抓住了。虽然他不承认，可依照这里的规矩，我也只能惩罚他。尹功夫说道。而从他的语气中，
楚风能够听出惩罚江无伤，他似乎也很不情愿。前辈，那我能去与他说说话吗？楚风问道。按理来说不行，但你若想去的话，倒是可以。去吧。尹功夫说道。多谢前辈。楚风赶忙身子一跃，来到了矿中。进入内矿的范围，楚风也感受到了一股压力，只是这股压力对楚风来说确实没有太大关系。无伤弟弟，楚风直接落到了江无伤的身旁。听着楚风的声音，江无伤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随后便赶忙回头观望。楚风大哥，真的是你？看到楚风，江无伤顿时大喜，高兴的眉开眼笑，放下手中的挖矿镐，便紧紧的抱住了楚风。是我，无伤弟弟，我终于找到你了。楚风也是紧紧的抱住了江无伤。兄弟，一别数载，如今异乡重逢，这份激动唯有他们懂。楚风大哥，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江无伤很是激动的问道。我是从张师兄那里得知你的消息。楚风说道。天意大哥，哈哈，天意大哥现在可了不得了，原来他的父亲是工地传人。不对，现在天意大哥便是工地的传人。不过我的偶像依然是楚风大哥。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尤其是最近在攻霸平原的事情。楚风大哥，我只能说你太帅了，兄弟我以你为荣啊。江无伤笑得很是灿烂，他已经知道了关于楚风的很多事，但却不问谁是谁非，因为在他看来，楚风绝对是正确的一方。无伤弟弟，我听说你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才受处罚的。楚风问道。楚风大哥，你信吗？江无伤笑着问道。自然不信，所以我才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师兄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修炼的，怎么我来了之后，你倒是成了受罚之人？楚风问道。还能是怎么一回事？你弟弟我傻，被人摆了一道。江无伤一脸苦笑。你过来。楚风将江无伤拉倒了一旁，这才问道。究竟怎么一回事？你如实告诉我，也许我能帮你。算了，你已经麻烦在身，我不想再拖累你。这里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还是不要管了。江无伤摇了摇头，随后看着楚风道。楚风大哥，能看到你我真的很高兴。话到此处，江无伤的眼睛竟然有些湿润。江无伤当年是少年，但如今已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也是如此，向来很是坚强。可这么多年的坚持，受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难道他就好受？他就不委屈？他自然委屈，自然难受，尤其是被人陷害，沦落至此，他更是痛苦的很，委屈的很。只是作为男人，他不能哭，只能忍。但见到楚风之后，他就像是看到了依靠，在依靠面前，他也是放下了不堪一击的倔强，露出了脆弱的一面。看到这样的江无伤，楚风的心头也是一酸，拍着江无伤的肩膀说道。哪是我兄弟，就告诉我，否则我现在就强行带你走。楚风大哥，你江无伤愣在了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无伤弟弟，你了解我，我说的出做得到，不管此处的主人多么利傲的，但我都不能让他难为我兄弟，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楚风说话间，抓紧江无伤的肩膀，便要御空而去。别，楚风大哥，我说。见状，江无伤赶忙开口，他知道楚风真的是说得出做得到，若是楚风真的胡来，那他才是真的连累了楚风。无奈之下，江无伤只得告知楚风经过，而楚风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初江无伤受张天翼的父亲介绍来到此处修炼，因为这里的主人不仅来头不小，更是一位地级血脉极为纯正的拥有者。最主要的是，他并非四大地族之人，他叫段极道。段极道乃是段氏皇族之人，虽然出自皇族，出身不如地族，可是当年的他却是连三府也忌惮的存在，就更别提四大地族了。因为他拥有地级血脉，并且他的地级血脉极为纯正，是他用一己之力将段氏皇族打造成了段氏王朝，当时也是威震一方，威名赫赫。那个时候，四大地族对他惧怕不已，都害怕段氏王朝危及四大地族的地位。事实上，以段极道的本事，的确有那个能力。不过，忽然有一日，段氏王朝却被灭族了，而自此之后，段极道也是消失不见。过了多年之后，段极道在出现之时，已是满面胡须、白发苍苍的老者。他那被白发覆盖的面容，像是疯子一般，哪怕他的名声当年很是响亮，可是在他不说的情况下，几乎没人认得出来他。后来段极道便来到了这里，不仅霸占了妖蛟王兽的地盘，定居于此，还开始寻找被地族抛弃之人，以及个太皇族优秀的小辈，赐予他们地级血脉，在此培养。段极道做这些，为的便是寻找接班人。所以江无伤来到此处，得知这些后，很是努力，而江无伤也开始被段极道所看好。所有人都觉得江无伤将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得到段极道传承的人。可江无伤交友不慎，中了他人的圈套。那个人叫做宋玉衡，他是被誉为最有机会得到段极道传承的存在，也的确是最被段极道看好的人。宋玉衡如今年岁过百，已不是小辈，可却与江无伤成了朋友。那日，他请江无伤去做客，并且在江无伤离开之后，还赠予了江无伤一件礼品。但就在当日，江无伤便被冤枉偷了宋玉衡父亲的传家之宝。经过搜查，果然在江无伤的住所搜到了那件至宝。原来那至宝便是宋玉衡送给江无伤的礼品。江无伤有理说不清，就这样被冤枉，失去了大好前程，被送到此处接受惩罚，要挖矿1年。好，你个江无伤，不好好挖矿，还在这里偷懒，你真是找打！就在这时，一道鞭声响起，一道有力的鞭子便从天而降，向江无伤的脑袋抽了过来。这鞭子力道之强，连虚空都被撕裂开来。若是抽中，以江无伤的修为，必然会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当那鞭子卷来的一个，楚风就已经明白为何江无伤在此挖矿，身上却还有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疤痕，想必便是这些人做的。想到此处，楚风勃然大怒，抬手一抓，便将那鞭子握在了手中，随后猛然一甩，只听得一声巨响，便将那握鞭之人狠狠地摔到了矿山之上。一声巨响之下，
那矿山都是微微一颤。这样的动静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许多人都纷纷放下手中的挖矿镐，看向了楚风这边。你是谁啊？竟然敢打老子！那位虽比江无伤强，是3品半地的修为，可哪里是楚风的对手？楚风这一甩，可将他摔得可不轻。尽管还在叫嚣，可是口中的鲜血却无法止住的向外流动着。记住了，我叫楚风。楚风说道。楚风，我怎么没听过？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那位强忍着疼痛站起身来，很是愤怒地问道。真是无知！这位便是在拜月云城横扫4大地族小辈，征服魔兵邪神剑的楚风。记住了，这是我江无伤的兄弟。江无伤指着楚风，很是得意地说道。什么？他便是楚风？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惊，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又惊又恐。他们在此处修炼不得外出，虽然没有见过楚风的通缉令，但却知道楚风的事迹，对楚风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知道楚风是一个非常凶悍的小辈。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竟然连这里的池边人都敢打，这可是没人敢做的事。你给我等着！得知楚风身份，那个叫嚣的3品半地也怕了，一瘸一拐，跌跌撞撞的便跑开了。楚风不好，他是去找帮手了，你快走！见状，江无伤赶忙劝道。找谁？可是那个宋玉衡？楚风问道。是，他们都是宋玉衡的狗腿子，受宋玉衡吩咐在这里刁难于我。江无伤说道。那正好，我正想会一会那宋玉衡。楚风冷笑着说道。胆敢阴他兄弟，楚风管他是什么人，都不会轻饶。果不其然，那位3品半地离开没有多久，便有一队人马跑了过来，他们都是年轻人模样，为首的那位更是年轻，竟是15、16岁的少年，但他的修为很强，与楚风一样，乃是一位8品半地，他便是宋玉衡。江无伤指着那位为首的少年说道。一个老头子，却还伪装成少年的模样，真是恶心。楚风面露艳恶之色，因为宋玉衡年岁过百，连小辈都谈不上，就算他不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可起码也应该是中年男子，但他如今却是少年模样，明显经过特殊伪装。再想到他对江无伤的所作所为，楚风的确感觉作呕。你便是楚风？此刻那宋玉衡也在打量着楚风，目光中有着一丝谨慎。虽然没有见过楚风，可他却听说过楚风的事迹，知道这是一个当今小辈中非常厉害的角色。是你爷爷我？楚风开口便是脏话，因为面对一个敢阴自己兄弟的卑鄙小人，楚风实在是做不到客客气气。一个偷窃宝物、谋杀恩人的畜生，也敢跑到我市银谷来撒野！来人啊，把他给我拿下！忽然，宋玉衡指着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其身后的狗腿子们便纷纷亮出兵器，就想要对楚风动手，不得无礼。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威严十足的声音响起，紧随其后，尹功夫与红墙飘落而下。楚风小友，乃我请来的贵宾，我看谁敢对他无礼！尹功夫怒视四方，极为霸气。在这目光之下，那些准备动手之人赶忙收起手中的兵器，并且连头都不敢抬起的退到了一旁。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惧怕尹功夫。此刻还敢正视尹功夫的，便唯有那宋玉衡。尹大人，实在抱歉，我只听闻这楚风事情，却并不知道他是您请来的客人，多有得罪，还请大人见谅。宋玉衡很是歉意的说道。不必和我道歉，与楚风小友道歉。尹功夫说道。听得此话，宋玉衡先是一愣，眼中闪过了一抹不情愿，但最终他还是抱起拳头，准备向楚风道歉。尹大人，这楚风作恶多端，我虽不知你为何请这种人来我市银谷做客，但我觉得我儿没必要向这种人道歉。然而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模样的男子飘落而下，落在了宋玉衡的身旁。这名男子虽然是中年模样，可却与少年模样的宋玉衡很是相像，再加上他先前的话语，楚风已经确定此人应该是宋玉衡的父亲。而宋玉衡的这位父亲也是有着1品5地的修为，只是这个修为远不如尹功夫。楚风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竟然敢这样与尹功夫说话。此处是段大人亲自交给我打理的，莫非我连请谁做客的权利都没有了不成？尹功夫剑眉倒数，冷声问道。你自然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说别的，只是宋玉衡的父亲说道，知道我有这个权利就好，你也不用说别的，因为我做的决定你还没资格管。尹功夫说道。听得此话，宋玉衡的父亲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当众被尹功夫这样说，他觉得很没面子。楚风兄，听闻你征服了传说中的魔兵邪神剑，想必你的剑法很是出众，而我刚好也是专修剑法，今日既然有缘一见，我想讨教一番，不知可否？宋玉衡掌心一翻，将一把3尺清风握于手中，那竟是一把半成地兵。看来这宋玉衡是想为自己的父亲找回颜面，而他找回颜面的方法，便是当众教训楚风。你要与我比剑？楚风问道。莫非你不敢？宋玉衡说道。听得宋玉衡这样说，尹功夫与江无伤都淡淡的笑了。宋玉衡敢与楚风叫嚣，那是因为他们只听说过楚风大闹拜月云城的事，却不知道楚风在攻霸平原斩杀4族5帝的事情。若是他知道楚风连5帝都能杀，想必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与楚风叫嚣，还谈什么切磋剑法。此刻尹功夫与江无伤都没有提醒他楚风有多强横，江无伤就不用说了，他巴不得看楚风教训宋玉衡，而就连尹功夫竟然也没有提醒，似乎连他也很乐意看到宋玉衡出丑的样子，连剑都不敢亮。看来征服邪神剑的传闻是假的了。见楚风迟迟不敢应其儿子的挑战，宋玉衡的父亲目光轻蔑，讽刺的开口，让我亮出邪神剑，你儿子还不具备这个资格。楚风说话间，对着远处探手一抓，随后一根树枝便落在了手中，指着手握半成地兵的宋玉衡说道，对付你，我用他足矣。你开什么玩笑？看着楚风手中的树枝，宋玉衡脸色发青，那根树枝干枯无比，莫说与半成地兵抗衡，就算拿着往地上轻轻一甩，他都会被摔成粉碎。楚风竟然要用那种东西来与他的半成地兵对抗，羞辱！这绝对是赤裸裸的羞辱！
完全就是不将宋玉衡放在眼中。你不用伤到我，只要你能够斩断这根树枝，我就算你赢。楚风说道。如你所愿。宋玉衡手中的长剑一抖，随后一道寒芒便浮现而出，正对着楚风的咽喉刺了过去。然而当其快要靠近楚风之际，手中的长剑竟化作数道寒光，就像数万道长剑自正面压迫而来。楚风根本避无可避，好是精妙的剑法，这样的剑法简直是无死角的攻击。楚风挡得住吗？此刻围观之人也有不少老一辈的强者，他们修为强横，自然也看得出来宋玉衡这剑法的精妙。然而就是这被誉为精妙的剑法，楚风却根本不放在眼中。只见楚风从容地抬起手中的树枝，对着一个方向轻轻一挡，下一刻宋玉衡的万道剑光已经烟消云散，被楚风破开了。虽然剑法被破，可宋玉衡却冷笑一声，就像阴谋得逞一般。只见长剑剑锋一转，竟削向了楚风手中的树枝。原来他早有预谋，既然楚风说只要斩断树枝就算他胜，那么他便斩断那树枝，以此来打楚风的脸。可忽然之间，宋玉衡却是面容大变，眼中浮现出了无比吃惊的目光。树枝挡住了剑，二者早就碰在了一起，只要他将剑锋对准树枝，根本无需用力，那树枝便会被长剑削断。毕竟那可是半成地兵，就算楚风用了特殊的手段让那树枝变得坚硬，也绝对挡不住半成地兵才是。然而此刻楚风手中的树枝竟然毫发无损。宋玉衡不信邪，收回长剑，随后猛然下落，一道寒芒闪过，只听当的一声，长剑再度落在了树枝之上。不是吧？这一刻莫说宋玉衡，就连旁观者也是大吃一惊，满脸的不可思议。因为哪怕宋玉衡这样去削，可楚风手中的树枝竟依旧完好无损。该我了。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手中的树枝猛然一震，一股强大的力量便自树枝传来，落在了那长剑之上。那股力量顺着长剑席卷而来，落到了宋玉衡的手上。宋玉衡只感觉掌心发软，随后其手中的长剑竟然飞掠而出，化作一道银光，飞到了数万米之外，消失在了天际之中。这一刻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被吓得不轻。他们都知道宋玉衡手中的半成地兵并非自己丢出去的，而是被楚风手中的树枝震飞出去的。树枝竟然震飞了半成地兵，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原来你连剑都握不住，也敢自称擅长剑法？楚风讽刺道。你找死！宋玉衡气得脸色通红，手掌变换，金色的武力便化作汹涌的猛兽。暴怒之下的他竟施展的劲武技，对楚风发动致命攻击。忽然楚风手中的长剑化作一道流光，径直的掠向宋玉衡，一股刚猛之气散发开来，简直所向披靡，无物可挡。顷刻之间便破开了宋玉衡所施展的禁忌武技。破开武技之后，楚风手中的树枝竟又柔软如蛟龙一般，不断的抽打在宋玉衡的身上、脸上、浑身各处。被楚风这样抽打，宋玉衡也是发出阵阵惨叫。换作寻常这样的树枝，怎能伤他半地身躯？可是此刻楚风的树枝就像是一把利刃，他的肉身不仅挡不住，那种皮开肉绽的痛楚之感竟也胜过寻常兵刃数倍还多，疼得他只能连连呼喊住手。眼见自己的儿子被楚风抽得面目全非，浑身是血，宋玉衡的父亲赶忙大声喝止。然而楚风岂会理会他的呵斥，不但没有停手，反而抽得更为凶狠。莫说皮开肉绽，连骨头都被硬生生的抽断了。他要将宋玉衡给将无伤的伤痕以100倍1000倍的还回去。我要你住手！宋玉衡的父亲出手了，虽然他嘴上说着是要楚风动手，可是他那架势根本不是拦住楚风，而是要重创楚风。见到这一幕，尹功夫的眼中闪过一抹不悦，他已做好了出手的准备，做好了拦下宋玉衡父亲的准备，但他却没有立刻出手，因为他也想要看一看楚风是否如传说一样强横。若真如传闻一样，那么哪怕宋玉衡的父亲是一位一品武帝，可楚风也是能够与其一战的。就在这时，楚风大袖一挥，一声怒吼传来，只见一道金灿灿的巨龙之口猛然浮现，一口便将宋玉衡的父亲给咬在了口中。随后那巨龙冲天而起，露出了原形，那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金色巨龙，虽然并非真龙，但却气势逼人，吓得围观之人也是连连后退，更有甚者被吓得瘫坐在地，浑身颤抖。紧随其后，楚风催动那巨龙，不断的将宋玉衡的父亲向那矿山撞去，将其撞得头破血流也不住手。龙纹级结界之力。此刻尹功夫本平静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吃惊之容，他已经看出来那条金龙乃是结界之力所化，并且不是寻常的黄级结界之力，而是龙纹级黄级结界之力。楚风他竟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此刻哪怕尹功夫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异常精彩。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对他来说倒也没有那么稀奇，毕竟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可是像楚风这样年轻的龙纹级界灵师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实在是想不惊讶都难。尹大人快阻止楚风啊，不然宋玉衡父子俩就快被那楚风打死了。忽然有一位老者呼喊起来，楚风住手！听得此话，尹功夫才赶忙开口，别人开口楚风可以不理，但尹功夫开口，楚风总是要给几分面子的，所以他意念一动，那金龙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也是收回了抽打宋玉衡的树枝。当楚风停手的那一刻，宋玉衡父子一同摔倒在地，血肉模糊的他们竟然化作了血人，早就疼得昏死了过去。不是吧，这么不抗打，我还没用力呢。看着倒地的二人，楚风鄙视地说道。听得此话，围观之人纷纷擦拭了一下额头之上的冷汗，这还没用力，若是他用力了，那宋玉衡父子二人还不被他活活打死？此刻在场之人除了江无伤、洪强、尹功夫3位之外，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皆是恐惧不已，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敢看向楚风。这楚风简直比传闻中的还要可怕数倍，这哪里是一个小辈，
根本就是一个小恶魔，能以8品半地的修为，轻而易举收拾1品5地的逆天存在。此事过后，宋玉衡父子俩被送去疗伤，而楚风与红强则是被尹功夫接回了休息的宫殿。至于江无伤，因为还在受罚期间，只能继续挖矿，没日没夜的挖。眼下，尹功夫则是单独来到了楚风的住所，说有事要与楚风相商。尹前辈，无伤是被人冤枉的，冤枉他的就是那宋玉衡。楚风对尹功夫说道：“江无伤与你说了。”尹功夫问道：“看来前辈早就知道。”楚风问道：“是啊，我早就知道是宋玉衡他们设下的圈套，冤枉的江无伤。可是这件事我也是没有办法。”尹功夫感叹道：“前辈，您可是这里的管理者，您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楚风问道：“错了，这里的真正管理者并非是我，而是段吉道段大人。当日江无伤的事也是段大人亲自判定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尹功夫说道：“段吉道大人竟然这样不分黑白，不辨是非吗？”楚风问道：“段大人不是不辨是非，只是懒得去分辨，也不想让宋玉衡身败名裂，落得个冤枉江无伤的罪名。虽然段大人也很喜欢江无伤，可是在宋玉衡与江无伤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宋玉衡。”尹功夫说道：“前辈，宋玉衡年岁过百，而无伤弟弟还很年轻。虽然宋玉衡如今的修为的确比无伤弟弟高，可是无伤弟弟日后定会超越他，而人品上，二人更是天差的别。我真是不明白，段大人为何会选择宋玉衡，而不选择江无伤？”楚风很是不理解。楚风，你知道为何宋玉衡是被誉为最有机会得到段大人传承的人吗？尹功夫问道。莫非这有什么隐情？楚风说道：“的确是有些隐情，这件事还要从段大人的过去说起。这件事本是一个天大的秘密，知道的人很少很少。不过我愿意告诉你，希望你能够保密，不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尹功夫说道：“前辈放心，晚辈绝对不会做对前辈不利的事。”楚风说道：“虽然你我今日第一次见面，本还并不了解，可我相信你。”尹功夫站起身来，拍了拍楚风的肩膀，看向楚风的目光竟真的满是信任。有些人相处再久也让人无法信任，可有些人只需相处很短的时间便会产生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必须是具有明辨是非、较深观察力的人才能产生的。尹功夫是具备这种观察力的人，而楚风刚好就是这种值得信赖的人。通过楚风为江无伤的撑腰，再加上妖娇广对楚风的看好，他便知道楚风值得信任。说到底，信任二字还要在处事之上建立，而不是所谓的日久生情。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知道为何段吉道大人并非地族之人，而是皇族之人，但却拥有比地族之人还强横的地级血脉吗？尹功夫并未直接说，而是先对楚风问道：“段吉道大人，血脉乃是传承而来，若非天赋异禀，便定是遇到过某种天大的奇遇。”楚风说道：“你说对了，而段吉道大人所遇到的奇遇，便可谓是这天底下最大的奇遇。他得到了皇帝的传承。”尹功夫说道：“皇帝可是5帝之一，皇帝皇甫守？”楚风问道：“正是。”尹功夫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心中变得很不平静。都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公帝传人现身了，寿帝传人现身了，如今竟然连皇帝传人也现身了，这些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存在，同在这个时代现身，绝非偶然。不过不平静的同时，楚风又有些喜悦。段吉道是皇帝的传人，而他现在也在寻找传承者。若是江无伤能够得到他的传承，江无伤不就成为了皇帝的传人？虽然现在的江无伤已形同于阶下囚，但楚风觉得事情没有绝对，也许江无伤还有机会。但楚风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对尹功夫说出来，而是继续安静地听着。皇帝皇甫守何其强大的存在，段吉道大人得到了他的传承，那自然也是一代王者。当年的段氏王朝就是靠段吉道大人才能崛起，不过可惜段氏之人太过迂腐，不仅毁了段家，也毁了段吉道大人。尹功夫叹息着摇起头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忍不住追问起来。他知道段氏王朝本有机会超越4大地族，但忽然之间却被灭门，段吉道也就此消失1000余年。哪怕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段吉道其实还活着。这要从一段恋情开始。段吉道大人喜欢上了一位女子，二人两情相悦，感情极好，可却因为那女子是段吉道大人的阿姨，使得段家极力反对。但段吉道大人下定决心，非此女不娶，段家也是没有办法。于是段家趁着段吉道大人外出历练，逼死了那位女子。段吉道大人得知此事，暴怒无比，一怒之下便屠灭了自己的全族。尹功夫讲述道：“段氏王朝竟然是段吉道前辈自己毁灭的。”得知此事，楚风很是震惊。是啊，一怒为红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更何况段吉道大人又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并且其实他的那位阿姨虽同是段氏族人，但与段吉道大人并非一脉，只是年龄比他大了几百岁而已，所以段氏族人才不同意。若是段氏族人若不那样迂腐，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惨事了。提及此事，尹功夫很是惋惜，因为这的确是一场悲剧，很大的一场悲剧。的确，相爱自由，怎能强行阻拦？楚风虽然觉得段吉道做的不对，可若试想一下，若有人逼死了自己的爱人，楚风也定然不会放过对方才是。这样想想，楚风倒是有些理解段吉道了。不过冷静下来的段吉道大人也因自己屠灭全族族人而背负起了沉重的包袱，他自责不已，痛苦万分。若不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传承，不想让皇帝的力量葬送自己手中，他早就自尽了。虽然并未自尽，但他活得却很痛苦，颓废了很久很久，长达1000年之久。直到多年之后，段吉道大人发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无法熬过100年后，便来到此处，开辟了噬银谷，四处寻找皇族优秀的小辈，赐予他们地级血脉进行培养，想要从中找出一个传承者。尹功夫说道：“莫非宋玉衡如此受段吉道前辈看好，是与过去之事有关？”楚风问道。听得此话，
尹公父看向楚风的目光又是大放异彩，随后点了点头道：“楚风，你很聪明，被你猜对了。当初段极道大人之所以会那般愤怒失去理智，是因为段家不仅逼死了他的爱人，他的爱人被逼死后竟然尸首无存。段极道大人便怀疑是段家把其爱人尸体毁灭，才一怒之下屠灭了自己的家族。但是宋玉衡的爷爷却找到了段极道爱人的尸首，虽然时过多年，早已化作白骨，可是那一袭特殊的长裙却一如当年。也正因为这件事，宋玉衡才会被段极道大人如此看好。说到底是心怀感激吧。”尹公父说道：“难怪宋玉衡的父亲敢与前辈那般说话，原来是有所依仗。可是宋玉衡的爷爷也知道段极道前辈的过去。”楚风问道：“不知道。说来也是凑巧，他爷爷是位界灵师，喜欢做些盗墓的勾当。本来段极道大人是很反感他的，若不是看宋玉衡天赋不错的份上，早就将他赶走了。可是忽然有一日，宋玉衡的爷爷竟带回来一具遗体，说觉得那遗体上的衣服是宝贝，想让段极道大人帮着看看。段极道大人本来很是愤怒，心想宋玉衡的爷爷自己盗墓也就算了，竟然还让自己帮着鉴赏，便要重罚。可是当其看到那尸体之后，才发现竟是自己爱人的遗体，当时悲喜交加，据说当场就痛哭流涕。所以后来段极道大人不仅没有责罚宋玉衡的爷爷，反而赏赐于他，强行帮他从9品半地提升到了1品5地。如今他的爷爷在段极道大人的帮助下，已是2品5地，深得段极道大人器重。”尹公父说道：“天下间竟然有这要巧的事。”楚风感叹：“就是这要巧。”尹公父颇感无奈，这样的巧合他是非常不希望发生的，然而现在却真的发生了。段极道大人虽然想为皇帝找传承者，可实际上却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他若真的将皇帝的力量传承给宋玉衡，可不是明智之举。楚风说道：“并非如此，段极道大人若是真的认准宋玉衡，早就传承了。他之所以迟迟没有传承，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传承者的，只是可惜始终没有找到。而4大地族正牌的天才之中，倒是有很多优秀小辈，只是4大地族培养的天才，段极道大人是万万不会用的。”尹公父解释道：“的确，若是被4大地族遗弃的还好，可本身就是4大地族全力培养的天才，段极道大人若是传承给了他们皇帝的力量，那也就等于为4大地族做了嫁衣。楚风自然也不希望4大地族有人得到皇帝的力量。不过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尹公父看向楚风：“前辈，您别开玩笑了，我根本不是血脉拥有者，怎么可以接受传承？”楚风明白了尹公父的意思，连连摇头，因为他心中想着的是让江无伤得到皇帝的力量，自己可没有想过。之所以没有想过，是因为楚风能够意识到皇帝的力量与血脉有关，虽然比寻常的地级血脉强，但应该还停留在地级血脉之上，而自己的传承血脉可远在地级血脉之上。若是接受了皇帝的传承，也许短时间内会修为暴涨，但很有可能会因为混入了皇帝的血脉，使得自己的血脉变得不纯正，那样一来的话，会影响以后的修炼，可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楚风小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些事告诉你吗？因为我来找你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将你推荐给段极道大人，让你成为皇帝的传承者。尹公父极力劝道：“前辈，万万不可，我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皇帝的力量的。”楚风连连摇头：“楚风，你仔细想想，若是真的让宋玉衡得到了传承，你的兄弟江无伤怕是必死无疑。为了他，你也应该接受这力量。”尹公父说话之间，竟猛然抬手按在了楚风的脑袋之上。这一刻，楚风顿时心中一惊，他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自脑袋入，涌遍全身。在那股力量之下，他的身体麻木了，竟然动弹不得。楚风小友，你也不想皇帝大人的力量落入小人手中吧？为了全天下的人，我只能委屈你了。尹公父说话间，手心一颤，楚风顿时头昏眼花，随后便昏了过去。随后，尹公父便将楚风扛起，前往了噬银谷，一处隐秘之地，也是噬银谷的禁地。能进入这里的只有几个人，而尹公父便是其中之一。这里像是一处荒山野岭，而荒山野岭之中有着一座很美的坟墓，坟墓上写着一个名字：爱妻段启柔。在这墓前盘坐着一个老人，披头散发，像是一个乞丐，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段大人，尹公父将楚风发在地上后，才上前施礼。原来那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段极道，你带来的是谁？段极道问道，却连头都没有转过来。段大人，他便是楚风，最近与4大地族闹得不可开交的那位年轻人。尹公父说道，你将他带来这里做什么？段极道问道。段大人，此子天赋异禀，有违常人，8品半地的修为，可胜1品5地，并且他是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尹公父说道。听得此话，段极道也是缓缓站起身来，仔细地打量起了楚风，果然是个好苗子。只是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段极道问道。大人，您一直为寻找皇帝传承人而苦恼，我觉得楚风很适合。尹公父说道。荒谬，皇帝的血脉岂能随随便便传给他人？段极道愤怒地吼道。见状，尹公父则是跪到了地上，说道：大人，这楚风虽然我也是今日才见到，但是关于他的事情，我一直很是留意。我觉得此人很是正直，乃是少有的重情重义之辈。如今被4大地族通缉，也纯属是被冤枉的。如今4大地族想置此子于死地，他虽然有逆天的天赋，可毕竟还很弱小。若是您能将皇帝力量传承于他，对他也是一种帮助。我想，若是皇帝在天有灵，也定然会选择将力量传承此子。虽然现在的5支圣土天才辈出，可纵观整个5支圣土，没有比楚风更有资格得到皇帝力量的小辈了。听到尹公父的一番话后，本来很是愤怒的段极道情绪也是平复了许多。尹公父的这番话也可谓是戳中了他的痛处。出于感激，他是准备将力量传承给宋玉衡的，可一直没有传承，就是因为觉得那样对不起皇帝。他自然清楚，皇帝想将自己的力量传承给非常具有天赋的小辈，
他当年其实也不够那个资格，而他能够得到皇帝的传承，也是纯属运气。虽然是运气，可他当初也是下定决心，在他有实力后，要在5支圣土选择一个最优秀的小辈，传承其皇帝的力量，让皇帝可以安息。但是如今却又事与愿违。想到此处，段吉道便再度观察起楚风，而越是仔细观察，他那的目光便越是明亮。楚风的各个方面都超乎了他的想象，这样的楚风简直比段吉道心目中的人选还要优秀。他觉得，就算皇帝黄福守还在世，看到楚风之后，也定然会将力量传承于楚风。